公元219年建安24年9月，当曹魏政权的核心地带邺城天气渐渐转凉的时候，一场人们无法预料的清洗大案即将刮起来。按照《资治通鉴》的逻辑，这场株连几千人的魏讽谋反案正在密谋展开。魏讽，一个陌生又不起眼的名字。惜字如金的陈寿先生在《三国志》里面每次提到魏讽的时候，都顾左右而言他，要么说某人因为魏讽案而被杀，要么就是某官员因为魏讽被罢黜。总之，对本案的关键人物魏讽，陈老先生坚持一贯的原则，闷声大发财，一句话也不讲。唯一记载本案件的是《世说新语》。按照《世语》的记载，公元219年9月，丞相西曹院魏讽与长乐卫尉陈一纠集联合了部分党羽，密谋袭击邺城。结果还没等到动手，陈一就害怕了，他抛弃了魏讽，找到留守邺城的魏世子曹丕，将谋反一事和盘托出。曹丕得知此事之后，先下手为强，将魏讽及其党羽一网打尽。而《资治通鉴》中基本采纳了《世语》的记载，只是被株连而死的人数不是数十人，而是数千人。至此为止，这个虎头蛇尾的故事就结束了。乍一看好像只是一场阴谋未遂的政变，但其实笔法老辣的史官只不过是给我们编制了一个堵塞众人之口的故事罢了。细细追究起来，此案的时间、地点、人物通通站不住脚。首先就是魏讽的籍贯问题。按照《世说新语》的说法，魏讽是曹操的老乡，也就是谯沛人士。但是按照我晋司空太原王氏王昶的说法，又把魏讽说成济阴人士。他在告诫子弟的信当中，痛心疾首地把魏讽列为反面典型，说千万别学济阴的那个魏讽，还有山阳的那个曹伟。其次，魏讽的官职也对不上，《三国志》《晋书》《博物记》《世说新语》《资治通鉴》都说魏讽是西曹院，但是偏偏《后汉纪》非要说魏讽是丞相院。一个西曹院，一个丞相院，这一来一往，魏讽实际掌握的权力和情报差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以上这些关键信息通通不能确定，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话说回来，除了西曹院和丞相院傻傻分不清楚，此案爆发的时间、地点、人物也都存在问题。史官一口咬定说，魏讽在建安24年9月在邺城发动密谋，他联系的叛党是陈一。然而建安24年9月的陈一却压根儿就不在邺城，而是在300公里外的许都。原来当初曹老板自己开辟 buff 之后，为了把自己的班底和名义上的大汉朝廷分离开来，于是把汉天子安排在了许都，自己呢则栽在邺城。陈一此时正在许都的长乐宫担任长乐卫尉一职。其实这儿还有一个不对劲儿的，那就是陈一的身份。就算陈一的资料全部被删除，我们也能找出蛛丝马迹来。比如按照《后汉书》的记载，汉献帝被限定在许都之后，曹操为了有效控制他，派遣的全都是曹家的勋贵子弟担任许都和献帝的守卫。也就是说，这个陈一很有可能就是曹家的亲戚，至少也是曹氏集团的圈内人。既然魏讽这个官位不高又无兵权的文官，以及漏洞百出的谋反过程靠不住，那就看看他那些所谓的同党们都是何方神圣了。如果我们留心观察受魏讽案株连的致死重量级人物，我们就能找到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被杀的人分别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2个儿子，宛城爱情故事的主人公之一张绣的儿子张全，南阳名士刘一的弟弟刘伟，汉末大儒宋忠父子俩。猛的一看，所谓被扶出的人全都是一帮没有实权，又不是干部第一梯队，甚至都不能算2代子弟的小年轻们。但实际上史官同样在此处也悄悄地掩盖了一下，这些小年轻的秘密其实都藏在他们的父辈身上。王粲、刘毅、张绣、宋忠4个人全部都出身于荆州。30年前，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汉室宗亲大将军院北军诸侯的刘表先生匿名赴荆州，单马入宜城，通过笼络地方豪强，3下5除2拿下荆州8郡，从此开始了在襄阳城割据一方、做官成败的20年。刘表在荆州的20多年，有许多人都曾经依附于他，其中本案被杀的几个小年轻的父亲们，王粲、张绣、刘伟、宋忠这4个人都曾经依附荆州牧刘表。王粲在刘表集团的地位颇高，甚至在刘表死之后，王粲能够劝说刘表之子刘琮投降曹操，这个话语权不可谓不重。其次是张绣，
张绣在荆州的时候，曾经多次助力刘表作战，甚至曹魏阵营的智囊之一荀攸直接说出了张绣的部队是由刘表养活这种论断。然后是刘伟，刘伟的哥哥刘毅在荆州的时候，刘表将其征辟为高级从事，刘毅至少也是刘表集团的厅级干部。最后一个宋忠，他是刘表在荆州逐渐安定下来之后，主抓荆州地区教育的官员之一，被刘表征辟为武业从事。由此我们就应该清楚了，这些被杀的小年轻们全部都是荆州士人二代子弟。为了方便归纳，我们可以暂且把他们称之为荆二代。在以往的30年当中，荆州发生了很多变化，迎来了很多主人，送走了很多势力。但在最近的3个月当中，荆州地区却发生了完全不亚于过去30年那样惊天动地、骇人听闻的变化，那就是关羽水淹七军。魏讽案放在风云突变的建安24年，似乎显得并不起眼。这一年的前半截，曹魏的南部战场遭遇了来自蜀汉方面的强烈进攻，曹魏的军事局面急转直下。建安24年正月，曹魏征西将军夏侯渊被黄忠斩杀。3月，曹操亲自率军前往，刘备据险防守。5月，打了2年的汉中之战，最终在曹操亲征而无果的情况之下，放弃汉中，基本宣告失败。6月，刘备派遣孟达从秭归攻占曹魏的上庸3郡。7月，刘备正式解锁王爵，称汉中王。8月，曹魏的立义将军庞德被关羽斩杀，左将军于禁被关羽生擒，史称威震华夏。9月，曹魏核心地带邺城爆发魏讽大案，数十名荆二代牵连此案被杀。到了10月，自许都以南的广大地区，梁、陆浑等地的百姓如孙郎等人纷纷斩杀本地守将，接受关羽所授予的印信，遥相归附，意图与关羽军形成合力。然而，这已经不是发生在曹魏的第一次危机了。从建安18年5月开始，短短几年的时间，曹操坚定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谋求代汉，已经一路从称魏公、称魏王到设天子旌旗、出井入壁，曹家取代大汉只剩下一步之遥了。但大汉400年基业怎么能这么容易就被篡夺了呢？因此，一部分心向汉室的人开始了绝地反击。早在魏讽案爆发的1年前，许都首先爆发了耿纪韦晃谋反案。建安23年，世中耿纪、太医令吉本、司职韦晃、涉爱先发动叛乱。他们趁着曹操在邺城短暂停留的时机，集合仆人家丁1000多人，放火焚烧留守许都的2号人物丞相长史王弼的府邸，然后试图截出汉献帝南下，与南面关羽的军事行动形成统一步调，打算给曹魏的心脏地带致命一击。耿纪韦晃谋反案让曹操惊惧交加，尤其当曹操听闻王弼在叛乱后重伤不治身亡的时候，恐慌和愤怒令他再次暴走。他将留守许都的汉朝大臣全部押送至邺城，以事发当晚没有去王弼府上救火为名义，将汉朝的诸大臣尽数屠杀。如今，一场几乎与耿纪韦晃谋反案一模一样的魏讽案再次爆发于曹魏政权的核心地带，尤其是该案件的参与者们几乎都是荆二代，又与关羽在荆州的军事行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难道魏讽等人发动政变是在与关羽里应外合吗？然而，对于坐镇邺城魏世子曹丕来说，真实情况远比眼见看到的更要吓人。因为此次叛乱除了能见的蜀汉军队方面的2号人物关羽的身影之外，在这些所谓的反贼的复杂人脉关系之下，他竟然也能隐隐地看到了刘备、诸葛亮的影子。比如事后被杀的刘伟，他哥哥刘毅除了在荆州担任刘表的高级从事以外，更为严重的是，刘毅、刘伟兄弟还是南阳人，而且刘毅还是司马徽的学生。这个司马徽曾经向刘备推荐了一个在南阳草庐当中等待时机的年轻人诸葛亮。显然，刘毅兄弟与诸葛亮早年间一定有来往。由此，这一场未能成功的谋反大案似乎得出了答案。但关羽在荆州方面对曹魏打出暴击的关键时刻，蜀汉一方面通过关羽的军事行动持续向曹魏施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情报战线策反了曹魏内部的某些势力，计划在曹魏政权内部发动政变，配合关羽打出致命一击。而魏讽则是使出这一招的关键。除了被杀的4个名流之外，这场大案也在曹魏官场内部引发了一场大地震。丞相钟繇因为是魏讽的上司，被原地免职。多年以后，因忠心于大魏而发动淮南2叛的文钦，也就是文鸯的父亲，此时因为与魏讽词语相连，被关入监狱，
差点被活活打死，幸亏曹操亲自出面，才保下一条命。中尉杨俊因为办事不力，没能提前发现魏讽的阴谋，被下放到地方任职，贬谪为平原太守。由此看来，这场所谓的名不见经传的魏讽案，实际上是对曹魏和蜀汉双方都有异常重大的意义。尤其是曹魏方面，荆州士人从此在魏晋朝堂的话语权一落千丈，一蹶不振，而颍川氏族从此成为了魏国政权中最核心的梯队。到这儿，这场迷雾重重的魏讽案就基本上被我们扒明白了。本期视频也就差不多要结束了。不过按照我们这个系列的传统习俗，最后再给大家来一个阴暗小故事。既然是阴暗小故事，那就一定要足够的暗黑，要让大家感到不寒而栗。所以我们去看看另外一个暗黑版本的魏讽案。其实建安24年的邺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魏讽谋反。邺城9月的某一天晚上，曹魏的勋贵子弟，时任汉献帝长乐宫守备团长的陈一，找到了魏王世子曹丕，空口白牙，毫无凭据的污蔑魏讽及部分荆州士人谋反。曹丕心领神会，借着魏王不在都城而自己可以全权监国的契机，果断而狠辣的先下手为强，名单十分精准的将部分具有荆州背景的隐患人士全部杀戮。由于曹丕的打击面过大，以至于事后令曹操都有些不满，他责备曹丕杀了王粲的2个儿子，感慨地说：“如果那时候我在邺城，我一定不会让王粲断后。”并且赶紧出面给司法部门打招呼，留下了文钦一命。那么曹丕为什么要炮制出这样一场人头滚滚的大案呢？除了要肃清与关羽和荆州有关系的荆州士人以外，曹丕更主要的目的是在打击弟弟曹植的势力。那个被贬谪到平原当太守的杨俊，在曹丕称帝后没多久，就以平原县的市场上没有繁荣安乐的景象被曹丕下狱，最终被逼自杀。而这个杨俊曾经是曹植的党羽。杨俊被贬谪的当月，还有另外一个大新闻，那就是曹植的另外一个重要骨干杨修被曹操斩杀。至于那个被就地免职的钟繇，他除了是个大书法家，还是跟灵帝、董卓、袁绍、曹操都交过手的3朝老臣。钟繇是铁杆拥曹派，而且与曹丕私交甚好，两人经常互相作诗作文夸赞对方。因此当曹丕上位之后，旋即启用被免官的钟繇。钟繇在曹丕一朝先后担任最高司法长官、大理、9卿之一的廷尉，最后做到了帝国官位最高处，任3公之一的太尉。当年所谓的钟繇因魏讽案而被免官，无非是钟繇配合曹氏父子演的一场双簧罢了。钟繇本人是颍川士人的领袖之一，当然也有动力和意愿配合曹丕对荆州势力开展大清洗。至此为止，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面目的魏讽案，曹丕一场子虚乌有的冤案，既清除了内部的意见分子，又打击了弟弟曹植的旧势力，既能让曹丕和颍川士族独揽大权，又能让将来代汉自立、登基称帝做铺垫，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了，荆州士人和曹植党的人对此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意见。最后的最后，我得告诉大家，这个阴暗小故事都是我胡乱猜测的，毫无根据的哦。如有雷同，纯属巧合。